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啊，就在昨天晚间22点，比特币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上涨。那么这一波上涨最大的上涨幅度，我们测量一下，大概是在6%左右。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反弹正式发生。同时呢，我们也在昨天节目当中很早大概是6点钟左右就提到了比特币或随美股出现一个复苏行情。那么美股最近几个交易日也出现了一个反弹行情，伴随的是 A 股市场的反弹。我们可以看美股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也出现了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反弹。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这个规律性的东西一直在盘面上给出了一个相当正向的反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对比特币的这轮反弹做出的预判是这样的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在6月中旬的时候出现过一波急速上涨，过程当中26000美金到28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出现了一个筹码空缺区，所以呢，本轮行情缓跌之后的急跌呢，就是对26000到28000这样的一个区间进行了空头方向上的回补动作。我们认为一个回补动作的产生，相当于皮肤上划了一道伤口，这道伤口突然出现之后，我们一定会用手去堵住这个伤口，这就相当于行情当中的一个急速下跌。要知道上涨过程当中也会形成伤口，上涨的伤口需要通过下跌来回补，下跌的伤口呢要通过上涨来回补。那么我们看到通过下跌进行依次回补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这轮反弹我们看到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刚好打到我们经常提到的169均线附近，在这个位置上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所以呢，也是我们盘面当中在最近几个交易日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28000美金，这个位置不突破的情况下呢，行情还容易重新回踩下来。这种情况下呢，相当于我们的伤口呢被手捂住之后还要疼，还要流血，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去医院。所以呢，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了上涨过程当中的这个伤口需要下跌来回补，那么2次堵住这个伤口，相当于去医院包扎之后呢，伤口还要进行修复。所以呢，我们认为对于比特币来说，还是容易重新回踩一下26000美金这个区间呢，也就是说28000美金到25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呢，经过反复的幅度逐渐收缩的震荡之后，才容易出现一波真正的上涨行情。同时呢，我们认为昨天的一个上涨消息面影响因素过大这种消息面的利好影响的上涨呢出现的上涨往往不具备持续性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就是这种情况把这个 K 线打到 A 股市场上证指数，我们就看到前天也就是周一行情当中印花税减半让 A 股快速高开并且呢，这里的上涨幅度是非常惊人的大概是3个点左右极度高开之后，当天就出现了，我们看当天分时出现了一个急跌之后的一个缓跌，最终尾盘才略有收回所以呢，消息面的利好在我看来它不具备持续性。那这轮行情比特币也是由于灰度胜诉之后，消息面的利好引发了短暂行情之后，我认为它还有很大概率缓慢跌回26000美金，延续之前行情震荡的一个趋势之后然后反复回补26000到28000这样的缺口之后重新酝酿多头行情那么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多空方向上出现了对等时间级别不同方向上的奖励动作。首先我们看到6月19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呢在8月中旬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阳线被悟空阴线绞杀之后，我们要重新找到新的悟空阳线。那么昨天晚上这根阳线就可能是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只要这个悟空阳线底部位置26000美金不跌破的情况下，那么上方对于周线级别来说注意看已经切到周线级别，所以要用周线级别的思维方式去分析盘面。周线级别上目前已经走出悟空阳线，那么本周日周线收盘之后，这个悟空阳线存在的情况下，是有机会继续走出一轮上涨趋势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25000美金存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这条支撑位呢是由23年2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
一个支撑，同时呢也是4到6月份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延长线的部分在250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本轮行情最大痛点是在25000美金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多头容易在震荡的过程当中重新酝酿出来。那么由于比特币的上涨，今天看到多头币种非常多的出现，特别是在小周期的15分钟级别和小线级别出现了非常多的多头币种，但是呢，我们看盘一定要看长做短，所以呢，这里面仅以4小时级别为例。那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我们自行开发的多空数据软件，实时追踪到了 UNFI 那 UNFI 的盘面是怎么样的呢？我认为 UNFI 呢，它的这个名字呢，就非常类似于UNI 它可能是 UNI 的一个衍生币种。那么在UNIFI 这个 K 线当中，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出现了连续上涨这个昨天也提示了，连续上涨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修，然后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处在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同时呢，早盘分析当中，我对会员群朋友也说了，这样的上涨呢，要耐心等待它回踩，因为目前呢，对于 UNIFI 来说UNFI 来说，它已经处在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高位，在日线级别上出现2轮日线级别上涨修之后，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回踩。回踩的目标位在哪儿呢？我们应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我设置的一个均线这两个均线呢是1440均线和169均线，耐心等待它回踩1440均线和169均线，也就是说能够到达5美金附近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进场的点位回踩之后能够支撑得住的话我们就能够获利。如果在4小时级别169均线附近无法得到支撑，那么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线级别。我们在开始的时候4小时级别已经进入这一个仓位之后呢，要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1440均线和169均线目前处在一个水平横盘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 UNFI 回踩可能出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调整位置。所以呢，如果4小时级别的第一个仓位遭到损失又不舍得止损的话，那么第二个进场的位置就是日线级别的169均线附近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回踩成功到日线的169均线能够出现反弹的话就会大幅获利。当然了，每一个时间级别的仓位都建议设置止损，这样呢能够在最小止损的情况下容易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除了在4小时级别上几个强势的多头币种之外，我们还是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时间级别比较小的在15分钟级别出现了一些最近走势比较强的受资金关注比较多的币种比如说LPT 这种币种呢，我们在之前行情当中就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首先呢，我们看到在8月7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受到了一组 K 线的干扰，这组 K 线呢，我们看到3根阴线伴随1根阳线这4根 K 线都成为干扰性 K 线，都是悟空阳线遇到的妖怪这个最后一根阳线也是妖怪只是多头方向的妖怪。那么下跌 K 线呢，更是在空头方向的妖怪这组妖怪 K 线走完之后，我们看到它走出了一个8键阳线。那么后面这一片的 K 线都是8键阳线遇到的妖怪，那上方呢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 LPT 在这轮行情当中走势非常强劲，在比特币下跌和震荡的过程当中，我们依然看到 LPT 走出了一个非常强势的 K 线组，所以呢上方是有一定的机会最终呢走出日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同时可以继续保持关注的是，我们一直在1周之前提到的 RUNE 目前它依然是一个强势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一定要非常注意这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点。接近焦点变盘之后，目前它处在一个横向整理的过程当中并且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大阳线。那么横向整理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底部位置非常确定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 K 线的价格我们看到非常接近4小时级别1440均线附近。那在这个附近，也就是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一个上涨动作，那么止损位设在1.4美金，就可以伴随 RUNE 继续成长下去
啊，我认为这轮行情 RUNE 呢走出2轮日线级别上涨楔，这样呢就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非常明显的看到，周线级别有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组，目前处在八戒阳线组的势力范围，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对于 RUNE 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起码是最近一段时间量价齐升出现的一个币种，应该给予一个重点的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